比特币假突破之后会怎么走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比特币的日线来看呢，我们来回看一下我们在上一轮小牛市的时候，当时我们资金费率的变化。因为我认为呢，我们可以从资金费率的变化判断出我们目前这轮小牛它走到了什么阶段呢？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在之前小牛的时候呢，在还没有上涨的时候啊，当时所有人都在做空，而且呢，就连我们爆拉了一根之后，当时很多空单可能被爆上之后呢，开始进入了盘整，哇，又有很多开始做空的人群、做空的人潮又出现了。那直到我们又爆拉了第二波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往上拉升了2波咯。那这个时候呢，才有一些人开始转做多。那当然，当很多人在做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迎来比较大的这种回调，或者说需要有时间的调整了。那大家也不要小看我们当时的回落，如果我们从最高到最低点的话呢，也是20%，是78%，这个也绝对足以洗掉绝大部分的杠杆了。那当然，洗完杠杆之后呢，资金费率就变成回到负了。然后我们随后呢，就进行了我们最后一波的第3波的上涨。那第3波的上涨之后，所有市场上面的人呢都在做多了。当所有人都在做多的时候，那我们的顶部呢也就到头了，我们也就见到我们的顶部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前比特币的盘面吧。当前比特币呢，我们确实已经在这段多头走势当中，已经运行了一段蛮不短的时间了，其实已经蛮久了，也大概快有1年了。那其实我们在之前呢，过去所发生的几个比较高的这种位置啊，它其实都没有出现资金费率异常情况啊，也就是它的资金费率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日线的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我们到达了前面的高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资金费率它也是在基础费率左右，或者说并没有偏离基础费率太多，就在基础费率附近。那我们现在呢，它确实已经稍微偏离了基础费率了，比基础费率要高一些些。我们基础费率是在 0.01， 那我们现在可能在 0.015 或 0.016 左右啊。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对应到刚刚的盘面呢，会在对应到我们上一轮的小牛呢，是会在第2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或许会迎来一定程度的回调，或者说有时间的震荡，然后我们再进行第3波的上涨。那现在呢，它还没有到那种非常狂暴的地步。不过我们现在要提醒一下，现在资金费率比较偏高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很难出现暴涨啊，或者是说，我们至少要先把这些多头、这些做多的人呢，先洗掉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出现暴涨。那我们也可以回来看一下资金费率，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今天往上冲的时候呢，它是高的很夸张的。那我们现在呢，有稍微回正一些些，有稍微回归正常一些些的，不过呢，还是稍微比基础费率要高那么一点点的。那我认为其实高出一点点也无伤大雅，但是不能高出太多。如果高出太多的话，那我们的上涨呢就不会涨得太顺畅。那当然了，如果我们现在资金费率就已经很高的话，那我们这段多头也很有可能会走得非常非常的不顺。那我们来回到我们当前的盘面吧。其实我们当前呢，我认为我们确实它就是走了一个假突破。我们今天的最高点呢是来到了36000，那我们现在已经回落了$1000以上了。那如果我们观察日线，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基本上突破的这一根啊，它并没有走得多强势，也就是往上一点点创了新高之后就走不太动了。当然，我们从现货的图表来看如果我们从合约的图呢，前面的针是插得很深的。好，那我们再看到，其实，在日线上呢，还有一个指标呢，我认为很值得注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标，就是 RSI。那 RSI 呢，我们来看一下，虽然说确实 RSI 它是一个在震荡行情当中呢比较适用的指标，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基本上它只要出现了这种到了超买区或者是说有出现这个严重背离的情况，它就会有一个短期的顶部。虽然说我们也没有这种趋势空的机会，但是我们很有机会呢，会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回调，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之前呢走了几个顶部，当然是小型的顶部，暂时性的顶部呢，它也有出现这种信号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它都有出现相应的信号。那我认为其实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呢，还算是蛮准确的。还有在这个位置，它有出现底部的信号，那这个地方它也确实是走成了一定的底部。但是呢，这个假突破或者是说突破失败呢，并不代表我们就没办法再往上了。其实我还是很看好比特币再继续往上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小一点级别呢，其实我们已经往上测试2次了，而且是连续2次。那我认为现在呢，确实是需要时间休息一下了。我们来看到第1次的时候呢，收针，然后突破失败；第2次的时候呢，
往上打出了新高点了，已经新高了，但是我们又回来了。那现在有没有撑住呢？我认为即使撑住了，我们这一次的突破呢，它也可以证实一定是一个失败的突破。那不过失败也没有关系哦。其实我们在日线上呢，我们之前在32000左右的这个阻力呢，我们也是测试了很多次才突破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当时测试第一次的时候呢，失败没关系，回调之后我们再来一次。当然在这里测试了几次失败之后，再回调再来，那我们就突破了。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一次呢，或者说我们面临阻力的时候呢，也会出现很雷同的情形，也就是一次没关系，两次没关系，但是失败之后我们要有回调，我们要有盘整之后再向上，那机会呢，突破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那我们现在值不值得去布局空单，或者说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机会呢？其实空单做的话或许还好，短线上或许还好，因为这里呢确实是一个假突破，但是趋势的空单呢，就比如说我们从这里一路做到25000，一路做到2万，这种空单呢是开不出来的，就这种大级别的空单是开不出来的。我甚至会认为呢，现在如果回调就会是最好的上车机会。无论从现货的角度，无论从合约做多的角度呢，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那我个人在注意的点位呢，当然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第一目标位就是在33500这个位置。那如果说打到的话，那我们再往下看，比如说到33000或32500的位置那我个人认为32500的下方呢是非常难以到达的，非常难以回去的，因为我们毕竟当时突破的时候是如此的强势。那么回到1小时呢，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真的可以确认这是个假的突破，因为我们这根 K 线呢，它走的是很强劲这根 K 线是突破也没问题，有回踩也没问题，但是不能踩得这么深，量能不能那么大。你可以看我们当时呢走出来的量能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我们跟当前的量能下跌的量能呢去做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多头它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优势，尤其你可以发现基本上我们这段的上涨呢都被我们后面的回调给吃回来了。那这就可以确认它确实就是一个假的突破。你可以看我们这一根阳线的开盘价呢是在open 35400左右，那我们刚刚呢也是达到了35500吧，对，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这根 K 线已经全部被吞掉了，那基本上就可以确认我们这个突破呢它确实就是一个假的突破。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你可以直接提币走，不用交易也不用开仓，你只要 KYC 入金$100，$30到账之后就全部提走，没关系，没问题的。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